你是在一个非常严谨的纪律部队下生活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可以这样说。而且父母亲又特别疼你。父亲比较父亲我跟我哥可能两个人同一时间买了一个糖果，那我已经把我的糖果给吃了，但是我看到他那个还没开的，我要他的那个，然后呢，我就可以拿到了。你出道就演主角，可是跟你搭戏的全部都是香港的顶流，对，张国荣对戏，梅艳芳对戏，刘嘉玲对戏，梁朝伟对戏，你怎么去接戏或者怎么不去怯场？年少无惧，我觉得那个肯定是出现在袁咏仪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怕。全听你说。这些年你脾气改了吗？你回望那些年，我觉得在应该怎么说呢？97、98的时候，因为发生一个事情，我就突然间把自己收起来，我就停，就什么都不敢接，也不敢面对人。你可以具体的大概记得什么事情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拍戏呢，我跟几个新人一起拍戏，因为我是那种很听导演的话的人，我每拍完一条片呢，一喊 cut 以后呢，我第一个不是看对方，不对手，我是看导演的。导演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我就知道可以。但那个时候排好了，我突然感觉到有人在推我，我不喜欢这样，因为你推我对我来说是影响我的。我呢就很冲的说了一句：“别推了，推什么推呢？”这样。然后对方是新人，新人，他为什么要推你？他因为他可能觉得镜头拍不到他。你说55位的时候，他不是，他是在后面一点点的可能他觉得就是你可能推一点点，他人就出来，但是他笨你为什么你拍不到你就站出一点点你为什么要推我呢？对吗？所以在在 action 的当下，对这些小动作，对，当然那个新人就哭了。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就是不对哭什么呢？对吗？然后导演就说OK， 先休息一下。然后那个导演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让我反而不是那个新人的反应让我很不舒服，是那个导演跟我说，他说你刚刚太不给我面子了。如果导演今天是尔冬升可信，你会这样吗？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什么来的？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来比喻呢？以我的性格，我不管那个是谁，我都会这样。我不会说因为那个是陈可辛，我会过去，导演他推我不会这样，我还是这样。当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或者是去了解这个事情，就所有人都好像现在就安安静静的坐着，叫导演过来跟我说这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OK， 就突然觉得这些人很陌生。所以那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就觉得是他们已经就是不能接受我这个做法，还是现在这个圈到底跟我是不是以前那个呢？我有点陌生，突然间有点陌生，那个打击是很大的。对，因为单看事件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跟导演去叙说，但是那个导演他又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事情又判断你看人说话，对，你是双重的被打击到了。对，所以拍完那个戏呢，我就跟我经纪人说，我说我要停，因为我突然觉得很陌生，不是我认识的。当然休息一段时间，我也跟一些，比如说跟陈可辛真的也跟陈可辛谈过这个事情，也跟其他的导演，一些我比较好的导演，他们就安慰我，觉得慢慢我就走出了那个恐惧，对镜头恐惧的那个，就继续工作。但是对人说话，我确实有改变特别是新人。以前我当新人的时候，我真的也被骂很多我觉得很正常我也觉得我不算是在骂，我只是跟你说你不要推我而已。真的，以前我们拍戏呢，很多前辈会给我们指路，所以我以为如果我当了一个
前辈呢，我也应该这样。但你发现现在不是所有人都会听，或是觉得你的那个是教导。对，所以算了吧。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就常常说，他们是佛菩萨派来考验我的。OK， 我们学到了。OK， 你们让我生气可以啊，就是用来训练我的脾气。后来我看你，其实就像你讲的，你躲避了之后，是有一段时间你整个人不见掉，之后的出来也已经改变了，全新的一个袁咏仪。也不能说全新，但是我觉得变了一个更好的升级版的。没有，我觉得我的缺点还是蛮多的，但我觉得你看到一个是你不会那么容易看到真的我，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但是我玩的时候呢，我还是那个爱玩的袁咏仪。是，可是当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这样子的袁咏仪，那个时候的老公在身旁，给你些什么样的指导？看到你受伤了回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是我老公了，男朋友很少，因为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忙。坦白说，那个时候他没有我那么多工作，他也在拼搏，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那个时候不了解你，跟他说呢，可能反而让他很累，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事情在忙了，你还要跟他这种事情，我当然会说，但是我不会说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的人。我这个人有一个地方蛮好的，我虽然说那个情绪影响到我，不想面对人，但是我是那种我回家我不会把那个情绪带回去的。那你把情绪放在哪里？这里啊，受不了的啊！你我不会说24小时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就是那种我来的我比如说我不开心，我回到家我没事一样。但是如果你知道明天开工了，我那一看到这样我要出来了，但是我很快我也可以说忘记它，把这一刻过好这样。哦，你说97、98年。难怪99年你在台湾，99年我好喜欢你演的那部戏。你知道你那部戏陪伴着我大肚子的日子吗 ？Yes， 花木兰，哇，就是我跨出去的第一个工作。你就是那部戏陪伴着我大肚子的日子啊！真的，我看着花木兰的那部戏在台湾上映的所以就是你跨出你舒适圈的第一步。对，我本来不想拍的，因为听到去北京3个月那么冷，不想去的。但是我经纪人说你不能一直躲着，你一定要工作。还有这个团队很好，这个老板也很有诚意。然后我看过一些杨佩佩老板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好啊，去试试看呐，玩一下。那个时候我就去了，结果拍完第一天，在一个冰河里面讲对白，嘴巴都打不开。我说能退钱吗？我说我们不拍了，太冷了，老板。这个就是这么直，你经理人也要很受得了你。我很强啊！我经纪人立刻从香港飞过去。等我问一下你经理人啊，不是那个，是以前的，他马上飞到北京，看我到底怎么样。我说太冷了。真的太冷了，我说承受不了，嘴巴都打不讲对吧？讲的这样。但是你再看看旁边的小工，他们导演说搭个路轨，他们跑，那么快的把事情做好，你还可以再怎么磨磨蹭蹭的再说很冷了，过意不去就继续拍了。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你的这个爱情观了。我们讲一下你拍拖的就是你记得你跟你的先生，是在哪一部戏就边城浪子？志玲哥跟我说，他是看到你一幕就被你给吸引。你知道他说的哪一幕吗？哦，就是骑着白马出现的穿着民族风他就深深被你给吸引了当然他有讲港姐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你了那请问你骑在白马上面看到的他，你觉得怎么样？为什么有人那么傻？导演说那么冷的地方洗澡，你真的去啊？你这是在报仇他吗？不是，是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在练习骑马，没有我的戏。但是我骑到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看一下，哇，真的在洗啊！这个新人真的是可以啊，这样。如果是我呢，肯定导演那个人能不能那个水只是一点点啊？然后呢，上面是坐着怎么很多要求，就尽量不让自己那么冷的地方再洗澡。你就看一个很帅的傻子在那边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之前在看他那个音乐，他的一首歌在那个时候在电视每天现代爱情故事，不是什么歌呢？逗我开心吧，逗我开心嘛。对对对，广粤语啊，粤语的每天都放。那个时候在打麻将，哎呦，蛮帅啊，谁来的啊？那个时候那时候已经看到他，但是还没拍变成还没拍，拍的时候就哎呦 ，OK 可以啊，这样。然后你们两个是谁先对谁动了情？我觉得应该，如果说肯定，谁先看上了谁？我可以说我先看上他，但是他也可能先看上我，这个不知道。但是你说如果约他的是我约他的，那个时候收工嘛，我们在北京，我说哎要不要去一起吃饭呢？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你收工以后，难道躲在房间里面吗？当然约一班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然后在约他的时候，跟他聊天，也觉得哎这个人蛮幽默啊，蛮好玩的，这样也很有礼貌啊，这样对，也蛮帅啊，这样。他也是这么说，他说两个一起差不多对对上彼此的。对你看上他的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当然是那种年轻啊、帅啊这样，但你慢慢跟他相处，你觉得蛮有想法，是也蛮幽默的。我觉得有时候你跟朋友或者是另外一半相处，最重要是那个人懂得让你开心。那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单独出去？很快哦，几个月以后哦。但是已经两个人是对上了情谊了，是情谊相通的，应该是可以发展下去了。对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帕托，在香港压力是很大的。应该有，但是我又没有太大的那种压力。那他应该有，他可能比我比较多，因为他们是歌手嘛，偶像派嘛，我是实力派嘛，对，所以我一直没有那个很大的压力。还有另外一个压力是，外界狗仔啊，对你们的那个追踪，你们都去哪里拍拖？看电影啊，怎么拍？怎么看？就是对，就真的是可能到开场的1分钟才各知各道啊，是这样。然后吃饭可能就是那种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吃饭这样，或者是晚上很晚的才碰面这样，可能在码头啊那种。真的，我开车到那个地方，你开车到那个地方，然后真的聊天，见了一面聊天，对，然后都要很小心旁边这些狗仔文化。那个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一点怕好像被人知道或者是被碰到这样。所以有曝光吗？那个时候有被抓到？没有，你们保护得很好。对，都是我自己说漏嘴的。你怎么说？我搞一个生日派对，就请了好多朋友来。然后拍照啊，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流行，就是你办完一个 party 发照片给记者，因为你不会请他们来嘛。然后我发完以后呢，有一天有一个记者说，哎，男主角呢？男主角在。我说，嘿，那个时候他还没到，这样。然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已经说 OK。然后到了晚上，我在开工，几个比较好朋友的记者就开车来探班，好像探班。我说聊天，哎。你今天自己穿了自己，你知道吗？我说我说了什么？我们问你男主角在哪？你说还没到，我就这样。然后他们说明天或者是后天这个新闻肯定出来的，你怎么办？我就立刻打给张智霖，怎么办？我刚刚说了，怎么办？我说我们大不了公开吧。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很采取说公开。我们后面就做了一个表演的时候，就顺带公开了。后来你们公开之后有影响吗？可能对他有一点影响吧。对呀，因为偶像嘛，觉得为什么要女朋友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个，我就反而觉得我还好啊。然后还有在最初的那个时候，你的名气，或者是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头衔也都比较大，男孩子都会有那个压力。跟袁咏仪拍拖，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张钧甯就是把握的蛮好的。应该说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少讨论工作，见面的时间也不多。我们尽量说一些比较有趣的想法啊，或者是准备去什么地方旅行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个人的。所以那个时候拍拖，你们做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偷偷约会，他开一个车，我开一个车，在另外一个地方碰面，这样就只能这样而已。对，或者是有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自己住了。
所以呢，他有时候可能会来我家吃饭呐，就是看电影、打游戏机啊，就只能这样子而已。对。所以他在一个很不经意的情况下，让你们在新加坡旅游的时候，然后在新加坡的饭店跟你求婚，那个是你真的完全没有想。有可能有一个想法，希望，不能说想法是希望，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拍拖了蛮多年的， 9年10年了。对。然后我是问他到底要不要跟我结婚的，然后他就说他先存钱，然后才跟我结婚这样。所以我对结婚这个事情我没有一个说他提出我会很突然，但是我永远抱着一个希望，他什么时候跟我求婚。你一开始就一直抱着有这个希望，也不是一开始，求婚之前的1、2年吧，就觉得你快点了这样。所以你就先问了。对，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行动嘛，所以去新加坡是可能有一个希望，但是没有说期望他会这样做。好，然后他就真的，对，我一走进那个房间，就是很多花在那个房间里面，哎呦，有戏哦，今天就很开心了，你明白吗？然后呢，就吃完饭以后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那个31号，新加坡也是在那条街很热闹的。乌节路，对，看人家那个很热闹的那种行游啊，怎么样之后呢，然后那个看完以后，他就突然间拿出一个盒子，哇，也是那个期盼而走的那个粉蓝的那个盒子，就很开心。但觉得那个盒子有点怪怪的，为什么那么长的呢？这样，然后就打开了。打开的时候呢，当然是那种这样了，一打开，珍珠耳环。他很得意，他看你的脸，他很开心。我当然是很开心的那种。OK， 珍珠耳环，什么人会送珍珠耳环呢？对吧？然后他得意了很久，很开心，看到我那种臭脸呐，怎么样就，怎样，是不是很失望啊？然后再过一阵子拿出真正的那一刻，然后你就开心了。那个时候求婚落泪有感动的。一开始的时候气的已经没什么情绪了，坦白说。所以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很有心机的男对，他讲说，第一，他让你永远忘不了；对，第二，到现在啊，我们怀疑过你很怕珍珠耳环，你到现在没戴过。哦，你怎么知道？现在在哪里？在保险箱啊，都真的没戴过。讨厌是吧？我不是很讨厌，只是我都是年轻，你为什么送我珍珠耳环呢？你明白吗？现在可能会戴一下，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样好，然后你们就进入了你们的这个爱情故事，是大家非常羡慕，我非常羡慕的。有一个张氏牵手法他一定要在背后这样子拎着你。然后说，如果这样牵手，很容易就会被人家卡过。只有这样子在背后抓住你的小手。我研究过他的那个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老公是那种走路呢，永远只看着自己前面的。如果这样呢，可能我会直接碰到那个灯柱的。但是如果他这样呢，我就跟他很近了，他随时一拉，我就会跟他一起绕过去那边。最重要的是，你很信任他，你走路也不看路啊，你跟着他像个导盲犬啊。有他在的可以啦。哦。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走路很快，他走路很慢，他一定要我跟着他那个节奏。所以现在谁跟谁的节奏？还是要跟着他，因为他真的很慢。但有时候我赶时间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走快一点？能不能走快一点？对，就会分开来走了。OK， 然后你们的爱情故事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说，因为现在的张智霖大哥啊，他已经在逆龄了，他越活越年轻，对吧？嫁给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会不会很累？要顾住在演艺圈。其实这个是我肯定要这样保养他的，对吧？他要好好的工作，我靠他的。对吧？如果他万一有大肚子啊，或者是这样啊，怎么办？所以你提醒他，哎，肚子大啦。对，我所以永远说不要给他吃饱饭。对呀，就可以保持的那么好。但是你说我累不累？我当然要累啊！我每天都要
哎，今天有点干，做个面膜这样。那加上他在这个圈子里要接触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防贼、防盗、防闺蜜？没得防，我只能把我自己做好。那志霖哥是怎么样给你这么多的安全感？以前没有，他以前没有，因为你见过他，你也知道他有时候他说话虽然很毒，但是呢他很幽默，对他会让旁边的人蛮开心的。对这样呢，也让他出现很多绯闻，对对吧？坦白说，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为什么我拍戏那么久我都没有，为什么你可以有那么多呢？对吧？然后我就慢慢研究，是因为你对人太幽默了。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跟我开玩笑，只跟我开玩笑，他不跟他开玩笑，只跟我开玩笑，这样。我说这个你要自己小心一点，你不相信我真的没有给你安全感吗？然后我觉得，哎，被他这样说完以后，好像我真的不对哦。但我再想一下，不对哦。我说安全感这个东西是你给我的，如果你做得好，我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然后他也，好像是哦，对。我也看到一档综艺节目，讲说你们的婚姻谁爱谁比较深。我当然觉得我爱他比较多。对你二话不说就说我爱他比较深，然后志霖在另外一头讲，肯定是他爱我比较。对。所以我们来列出来几样东西好了，因为人家说志霖是逆鳞啊，袁咏仪是用什么东西拴住了志霖？其实我们应该反方向来说，不是你用东西拴住了他，是你把自己发亮了，他自己深爱着你，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也不能说他是不是深爱着我，但是我觉得张智霖是那种外表就是感觉就是花花公子啊，但是他是一个会嫌烦的人，他最好是什么都不做，或者是他很随性。对，我觉得我跟他相处是，他很理性，但是我很感性。所以有时候他需要一些比较感性的事情，我们两个人是互补。对，我们不会说他说的对，我说的对，我们是讨论。他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感动的？蛮多的，但是你说他不是那种会说我爱你，或者是拿着花给你，他不是这种人。很多人都会说我们已经没有很多亲密的那种举动，但我们不是的。我真的说起来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就是我们还是会坐在沙发抱来抱去啊，恩爱如昔。对啊，亲来亲去。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你在家里面也没有别人。那你列出3样张智霖让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地方？我觉得他蛮有内涵的，他会看很多东西，看很多书，所以我跟他有很多话题。有内涵，还有2点，他很随意，有时候会很麻烦。如果他执着一个点呢，可以咬死不放。但是如果他平常的生活是很随意，对于我一个那么的急的人呢，我觉得很平衡。不然呢，我会很快会有病的。是，对。但是他会把我慢慢的放松。第3点，幽默感。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30年如果没有幽默感，应该不行了。是。对，我到现在的还可以在家里面2个人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也可以笑得很开心。OK， 那3样事情让你觉得你最顶不住他的，顶不顺他的？随意，他太随意，也是随意。对，成也随意，败也随意。对，有时候太随意了。还有呢？有时候蛮啰嗦的，我老公。他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是有时候说一件事情会说几百遍。我现在忍不住，你说过了。他说是吗？我刚想起来啊。第3样呢？我觉得他有时候给自己的某些压力太重了，很多事情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OK， 我在这边先跟你讲，张智霖刚才在问到这边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他只问我说：“顶不住，你节目够1天的时间。”很毒，对我老公就是很毒。OK， 我跟你说啊，他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没我办法，真的是顶不住。
我现在就是我万一看到他开始顶不住呢，我就会赖皮，学他一样。好，那现在的袁咏仪，我想要问你啊，你的人生有几个阶段嘛？身为妈妈，身为演员，身为老婆，你觉得这3样角色哪一样是你觉得最难演，或者是最妈妈？我觉得完全就是我应该前一辈子，在前一辈子都把他整村的人给杀了。魔童是吗？，对，所以他这一辈子就来好好的报复、折磨你，折磨我。你就心甘情愿的为他做牛做马。哇，可以怎么样呢？他到底跟你怎么样磨合了？因为我是一个警察家庭长大的，所以我觉得某些行为或者是做人的态度一定要有的，比如说礼貌、传统的那些规矩，我觉得必须要的。我儿子在这方面我觉得还好，但是呢，他因为我有一个很随意的老公呢，所以我儿子呢就变得也很随意。他随意到呢，好像所有人都为他服务一样。但是我就觉得他有时候太没有规矩了，所以每天他都在挑战我的那个极限。对，因为我们那一次有看一个那个综艺啊，就是你们打电话给魔童，然后同样的电话，他听到你在哪里啊？他听到他爸爸，他好开心。我不知道当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在一个综艺现场，这个心情我维持了几年的。我真的，我儿子是那种小时候睡觉给他放在中间，他半夜醒了哭，我就抱他，他一过来看了，爸，对呀，你知道吗？我那一刻，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没打你，我只是对你严格一点点，有问题吗？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放弃对他的那种要求，为了得到他的欢心，我要放弃这样，我不行。我一直在跟自己在拔河较劲。对，然后有一天真的出问题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然后我觉得他是他的问题。是谁？我儿子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开始闹脾气了，发飙啊、喊啊那种。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然后看那个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那天，妈妈，你要不要你先进来？他在外面玩一下。我说好啊，我进去看看医生怎么说。然后医生说，妈妈，我觉得我跟他玩了几课，我觉得有些问题你要注意的。我要注意，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做的蛮好的。他说我们发现呢，可能问题不一定在他身上，你也有问题。他说他画了一个图呢，就是一个火柴公仔，火柴人，上面是有一锅热水，那上面那个人就是你。你在那个热水上面。我一听呢，我不是现在这样开心，我是哭了。我跟你讲，我觉得看那些电影才会出现的，你明白吗？是怎么会想过这样呢？然后医生他在跟我聊天，你用了什么态度？你用了什么？你到底相处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到底希望以后怎么样？我听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问题在我身上。我可以同时间要求他的那种规矩，但是我要换另外一个方法，因为我跟老公的2个人的教育的方法太不一样了。小朋友是很聪明，他知道一看到妈妈就是痛苦，他看到爸爸就是天堂。除非你们2个人能磨合。我回去跟他说完以后，张玲说：“好吧，老婆，明天开始我当坏人，你当好人吧。”我说：“好吧，我们试一下吧。”这样，结果不到1个小时，怎么样？他要变回这个人，所以就说明他做不到，只能我改变。所以你改变了吗？对，所以我才去看医生，就变成我去看医生，就跟那个医生就说：“你用什么方法？每一次有没有好好的改变2个人的那种关系？”这样。那现在的模式呢？现在呢很好，他现在每天把我气的是，因为他现在叛逆期，他可以1点的时候抱着我，都是到1点半的可能这样，妈过来，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抱着我的那个张墨彤，
那个磨成成，那什么时候是这个？因为我也有情绪啊，对吗？你明明前1分钟你是抱着我，下1分钟你这样，你为什么扯我头发？我就来了嘛，然后2个人就开始又来了，但是可能2个小时以后，我儿子又妈咪。很怪，我们一天两个，我跟你讲，你儿子是你这辈子最甜蜜的磨难，对吗？你都不赢他的，你还给他取了一个真的是牧童变魔童。我现在不敢喊他魔童，所有人喊他魔童，我不敢，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我的魔童，你明白吗？他每天都在玩我。最重要的是，你还有一个大魔童。大魔童就是张智霖，他自己也说了，当他开始执拗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比如说，他到了一个底线，他开始摔东西，对，就是他底线了。他不喜欢吵架的。如果我跟我儿子在家里面吵架，他会说不要吵了。但如果我们2个人咬住不放了，我们2个继续吵了，他就会很容易到那个点。小事都是你让，一到了大事，他真的到底线了，到那个点就跑啊！你还跟他过不去啊？这不可能！我跟我儿子一起跑，一到那个点，我们2个人，你会怎么样在一个点上让他不说话？但是现在我懂了，只要跟我儿子不要到那个点，我跟他吵起来不到那个点就没安全的。还有他说他上披荆斩棘是你对他的劝，你劝他，对呀，你怎么劝动他的？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最重要是什么？到你可能最后一天，你回望一下，就是作品。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让一个爱唱歌、爱表演的人有一些好作品。可能是因为我看过他们之前的节目，我相信他们。我跟我老公说，难得有这个机会给你现在这个年龄层的这个演员去发挥的，要给你那么好的舞台的。为什么不去享受呢？如果我懂唱歌的，我也会去，但是因为我不懂唱歌，也不会跳舞，所以没我的事。但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去玩一下呢？所以那关于他说他想退休那回事情，他说他只是说，后来他的访问是讲说他觉得不是不可能，他想要去体悟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觉得退休不可能？不是。退休的那个，你应该说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你不需要再为了生活去选一些你可能不想去做的。你这个状态也可以算是退休啊。OK， 对吗？因为你不要再为了我要吃饭，所以我要去工作。你现在可以选择，因为你很幸运，你前面已经有存了一些钱，老年我们就吃一个蛋糕也可以呀，对吗？就简单一点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工作。才50几岁，怎么可能退休呢？对，谭咏麟说了，50岁的是年轻人，他70岁才在踢足球，中年人。他说，对，真的。对，所以现在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袁咏仪对自己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属于什么样的阶段？最舒服的阶段，以后你想要让自己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真的希望自己是可以碰到喜欢的才去做，我不要为了生活去工作。我靠我老公，但是作为演员呢，但你这句话讲得好顺，还不让人喘气。对，我靠我老公。对，因为你好激动。不是因为我觉得女人呢，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我觉得女人呢最好是有自己的经济能力。对，真的。现在已经不一样的社会了，没有说男的一定要在外面，女的一定要在里面。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基础呢。那你可以，第一，你可以分担对方的压力；第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对吗？作为演员呢，我也看到一些比我年长的那些前辈还继续在演，他们也碰到好的剧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很羡慕他们，就很想去工作，所以很矛盾。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袁咏仪跳出来这样。所以很难说，很难说。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你对那个向往，你对那段生活跟你对事业还是有向往的。对，不好说绝对，对不对？没有绝对，我觉得。你觉得什么样的剧本可以打动你？我一直没有演过警察，我很想演一个警察，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那么年纪大了去演一个女警，也好像没有人相信，又跑不动的那种。
对，你真的，你看不出年纪大，你就是适合演警察。但是你说为了一个女演员想一个警察，可能是客串的那种，我也不想，所以很矛盾。我觉得碰到一些比较在心里面的剧本吧，可以让观众走出那个电影院是有感觉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这样。最终，我觉得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说人生最难的角色叫做妈妈，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魔童说，或者是说你对魔童 ，OK， 我不要讲魔童，木童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期许？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男孩？我希望他可以是一个开心的人，有责任的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我希望他可以变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除了感恩，我希望他可以也去帮助人，还可以回馈给人，要帮人，有多余的会给人，对，那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对，快乐的人太难了。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快乐，因为我们看到你在你的那个社交媒体上有做一些瑜伽，还有做一些运动，全家人去爬山，都是希望你自己能够身心要愉快。哦，我也是长命百岁。所以我们节目制作呢，还特地送了你一个这个小礼物，这个是新加坡特地的，就是一个能够让你身心愉悦。当你开始，哇，这个好哎，很精心送来，还有这个香味是真的很香，哦，真的很香的。哎呦，哇，好小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粗鲁哎，我现在很害怕放进去。我可以的，你闻一下这个香味，这个是一个我们新加坡的品牌。然后这个香精油，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调节你的情绪以外，也希望能够让你的身心更加的 relax， 然后以后的生活更加的顺心如意。谢谢，谢谢你能够上我们的节目，谢谢你，谢谢。我看到你的社交媒体，你就2个东西让我觉得特别好笑。你很喜欢吃日式料理，他一旦吃日式料理，他一定拍照，对，其他他就不拍。然后你很喜欢韩星，你老公放 Speechless， 他对着李敏镐傻笑，她老公去拍他。你看，难得有一个老公会陪你这样疯，好不好？OK， 还真配。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